感谢大家关注。左上角可以给主播点个粉丝团灯牌，1分钱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加个粉丝群。谢谢大家。手指头感觉不是自己的了。主要是太滑了，一直需要用握力握的它。要是抹点眉粉的话会好一点，或者拿的那个劳保手套，下次我带过个劳保手套。哎呀，说不定是新款有，我放个工具箱里，说不定有了。我都忘了这茬是事儿了，该去工具箱里边找一下。最先力竭的是握力，都不是胸，抓不住了。哇！欢迎大家。还有没有想玩节目的大家？还有没有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大哥想玩的？谢谢关注，谢谢胖团的关注，谢谢关注。20的都开始费劲了。感谢大哥，大哥长生不老，一生平安，好吧？谢谢大哥，大哥去忙吧。祝大哥长生不老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大家点赞。欢迎可苦可乐，我是可乐鸡翅，可乐香烟。还有没有大哥想玩的？哎呦我操，割了一下手指头，好疼。欢迎大家。还有谁？还有玩的没大家？我稍微休息一下。我靠，我手指头想掏个东西都掏不出来了。今天光线好，我们调的，稍微调了一会儿。这个东西得躺地上。欢迎大家。还有谁？还有玩的没？我知道怎么调光线了，头顶一个光，脚底一个光，头必须是正头顶，必须你站在正头顶底下，然后这个侧面、侧下方打一个光。欢迎大家。
还有没有想玩的朋友？啊，可以左边点个节目。不服，我还是不服。稍往后站站。主要是我抓的不该抓的东西，直播间漏不了。欢迎大家。还有没有想玩的？大家还有什么健身想问的，也可以打在直播间公屏上。还有谁？放马过来！呼，还有谁？啊，没感觉了，没感觉呀！再嚣张一波！呼，轻轻松松拿捏。看似嚣张，其实已经走了有一会儿了。欢迎吴成哥，欢迎毛姐，欢迎大家。还有谁？主播还是不服？还有谁？还有想玩的没？被迫，被迫。哇，毛姐看到了吗？倒三角，没错，倒三角，标准的倒三角。啊，主播练背最多，练背最多，就喜欢练背，没啥爱好，就是引体。谢谢，过奖了。一次20多，20多个。主播练节俭。主播可以关注一下，毛姐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的那个小号，在主页有，上面有拉引体的视频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主播没练过腹肌，不好一点的，不练腹肌，从来不练。主播就是体脂低，从来不练腹肌。当然我核心不差。主播核心不差，核心力量不差。当然主播从来不单独练腹，从来不练腹肌。本身没练过，都是捎带的，可能练潜水瓶了，练这些和额挺、倒立俯卧撑之类的，顺带就练到腹了。没有单独，没有说抓住腹练。谢谢大家关注，左上角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蹲拉、推拉，我一般就是推拉蹲偶尔也做吧，蹲就是一般都是自重，
自重深蹲。我蹲的很少，我一般都是引体向上和倒立俯卧撑。我主页也有倒立俯卧撑的视频，猫姐可以看一下。你看我那个视频就知道了。我今天练了半天了，我现在不想倒了。我给你试一下吧。我今天刚才做了600个那个臂力棒，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倒起。有点费劲儿。今天就不练这个倒立了，有点费劲儿。今天训练强度太大了。今天拉了好几百个引体，做了这个臂力棒，有个大哥进来盘了600个，40公斤的600个。倒立还好吧，其实倒立我觉得也算个基本功吧。你靠墙倒立能靠1分钟，徒手倒立基本也就快了主要是考验肩部力量。肩膀。主要是一个平衡感。靠墙倒立不难，就猫姐可以试一下，先靠墙，好吧？先靠墙比较简单。那个有人把你扶上去，你就能顶住就行，不难的。让别人把你扶上去，扶到墙上。你倒起来，你手在这个地上放上。我第一次倒就是我妈把我扶上去的，那会儿我已经18岁了，18岁我才学的倒立，其实也不算特别难。姐，我告诉你，倒立不需要核心力量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倒立不需要核心力量，倒立需要的是肩膀、前锯肌这2个力量，跟核心力量基本没关系，跟这一圈没关系。你既然站着，你核心你能稳住上半身，你倒起来，你核心就能稳住下半身，力量肯定是不缺的。这个你放心，主要是你肩膀顶不住，主要看肩膀。其次是这个前锯肌，你明天试试，明天让别人把你扶到墙上，最好下面弄个垫子，不要摔了，好吧？注意安全。谢谢关注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主播点个粉丝团灯牌，谢谢大家。这倒立撑就是推肩，倒立俯卧撑本身就是推肩，相当于你推肩是这的推嘛，对吧？我倒立俯卧撑也是这的推嘛，只不过是推身体，相当于反过来的，对吧？我是头朝下，你是头朝上，对吧？一样的道理。对，推自重。我每只手推的话，应该是30公斤推肩，能推60公斤。因为我们是主要做的还是这个自重训练。我去，一个女人能推20，那已经很夸张了，相当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正常男的也就推20，说真的，推20的男的都不多，做主，我是做主，推20的都不多，真的，你也应该经常在健身房，拿20推肩的真不多，20推肩起码这个肩膀就已经很大了，就能看见训练痕迹了，都是练了1年甚至2年以上的，才能推到那么多，稳定做主。欢迎大家。
OK，一会儿我下播了看，好吧，我回挂一下，好吧，一会儿我下播了我看。还有谁不服？哦。躺下22.5，推胸吗？卧推。坐着17.5，哦。躺下是卧推吧？卧推那你就相当于你推50公斤了嘛，对吧？你推22.5的哑铃，你至少卧推杠铃的话，应该50往上了，你甚至60了，60你都可能能行。22.5已经很重了，你应该卧推能到60。倒立维持，倒立维持和倒立俯卧撑是两个概念。倒立维持只是你推上去把胳膊伸直，你撑住就行。大部分靠关节撑的，靠这个肘关节和肩关节，啊，它关节会发力。你其实推的，其实说实话，肩膀推的也就可能20公斤的重量。它主要考验的是一个倒立维持的一个时间，靠耐力。它推起来重量不算特别大，啊，倒立维持本身比较简单，是倒立俯卧撑难。倒立俯卧撑首先你得会自由倒立，就是你平地上你就得倒得稳稳的，你才能，对吧？你才能做俯卧撑。当然你也可以试试这种靠墙的倒立俯卧撑。靠住墙，然后做这个俯卧撑，也相当于一个推肩、推自重了，那就。当然，对女人来说确实比较难啊，确实比较难，不是说比较难，是很难。全网也没多少能做倒立俯卧撑的女人，很少。能倒立维持那些，你像那些做瑜伽的，还有那些练杂技的，他们倒立都是特别稳，但是让他们做俯卧撑，女人真做不了。啊，你不要看他们倒立，对吧？单手倒立都稳稳的，但是让他们做个倒立俯卧撑是很难的，比他们做单手倒立都难。对，那个是绝对力量。但是你看，很多练瑜伽的女生单手倒立稳稳的，倒立主要是个平衡，她不吃啥力量。你说她力量很大吗？她也不大，她也100多斤，但是她单手倒立能倒得稳稳的，对吧？但是你让她做一个倒立俯卧撑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谢谢天涯的关注，谢谢，欢迎大家。正常俯卧撑80。那因为我们是专业练这个的，不是就我很少练器械，你让我推器械，说实话，我卧推才70公斤，你敢信？卧推我才70公斤，而且还会肩膀不舒服，不会推。我们都是玩自重的。其实你要说是卧推90公斤，我可能也能推一个，但是就是压力特别大，就是不想那个练，我都是60、70做组。我很少推自己掌握不了的重量，掌握不了重量对关节压力太大了，容易损伤，尽量还是不要接触这个1RM，至少要接触到2到3RM。对，都是自重练的。我基本上不去健身房，我去健身房也是陪朋友去，我自己又不去。因为自己健身嘛，然后就认识了不少朋友，然后他们都在健身房练，有些就会叫我过去，我就陪他们去玩会儿。欢迎小宇哥，欢迎大哥，欢迎。哦，70级的大哥，真的大哥，超男哥。
第一次见这么等级高的大哥，是我见识短浅了。我没当你，我就是自己练，自己练，没有当兵。就是喜欢练那个街头健身嘛，喜欢练。欢迎玄思，谢谢玄思的关注，谢谢关注。还有谁给主播上了强度的？有没有？腹肌，我腹肌应该是6块，6块。我这儿下头还有2块，6块。欢迎大家，还有没有给主播上了强度的？8块，然后比较对，8块是相对块小，我这块比较大，你看1块这么大，就比较大，块比较大。8块就是比较小，然后分的比较明显，对，天生的。这个肌肉形态天赋都是天生的，这个后天改变不了。大小可以改变，大小是肌肉能长大，但是那啥，17楼，17楼。对，我体脂低，我11吧，11、12，最近应该涨了有个1%，12。1米8，70公斤，可以，那大哥很牛逼。哦，我其实咋说呢？你要是正常人，如果说天赋不是特别，就是长肉天赋不是特别好的话，你想减到我这个体脂，体重也不会比我重的。谢谢小雨哥的粉丝团，谢谢大哥，谢谢您的灯牌。165，120，正常体重，正常体重。已经练得很好了，因为练健身的女人，有些稍微练出点水平的很少，很少。不需要，你减10斤不是太必要，你就正常练你的就行了，减只会触发你皮质醇爆炸，得挨饿，很难受的。不光会掉脂肪，一样会掉肌肉。哎，正常，女人能做5个引体已经相当了不得了，1个就超过99%的人了，5个就超过999%的人了，1000个人里边能挑出1个来。全山西3000万人口，哎呀，估计连1万个能拉5个引体的女人都没有，真就1万个都没有，1/1000。我现实中就见过2个，谢谢小雨哥的人气票，谢谢哥。送哥一个避孕棒，好吧。肌肉拉丝儿，看我这个胸肌、肩膀都拉丝的。我剩35个。
已经超过男性的平均水平了，别说女的，女的能推10个的都很少，很少。人鱼线看会被抬走。上次我漏了一下就被抬走了，直接封了我7天。我这个鱼肉哪有那么好长的？没那么好长，除非你卧推100公斤，对吧？深蹲120公斤，硬拉100，也120吧，才能像个男的。你现在就是正常练你的就行了，其实人能长的肌肉很有限，我告诉你很有限。硬拉90，跟我差不多，我也就硬拉90。如果用腰拉的话，我能拉150。但是如果指这种标准的完完全全靠肌肉发力的硬拉，我也只能拉90到100吧。太重的话就伤腰了。我从来不做危险的动作。谢谢关注，谢谢没有名字可起的关注，谢谢。我从来不接触自己掌控不了的重量。左右发力不一样，你看你是哪儿的？胳膊呢还是哪儿？健身安全第一，健康第一，好吧。主播29。肩胛左右不一样，首先你先去排除你的胸椎，看看你有没有脊柱侧弯。其次看一下你的这个颈椎，颈椎有没有曲度变直。然后最后关心一下你两边肌力差距大不大？对，29。注意你的骨盆、胸椎和颈椎的曲度，就是这个位置，骨盆对不对称？肩胛的问题一般都出在别的方面，一般不会是光肩胛的问题。25左右。大哥，你看我看的大了，我现在去学校我都说我高中生，他们都信。我说我大1，我说我大3，没有人怀疑。因为我经常在大学生训练嘛，我主页有个视频就是在大学生训练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我说我是学生也没人质疑。颈椎偏直，你最好先从下往上排查，你可能还伴随着这个胸椎的问题，还有骨盆的问题。你最好去医院看一下，找骨科大夫。专业的事一定要注意啊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，不要听网上的人胡咧咧，好吧？一定要找专业的骨科大夫去确认一下你的脊柱有没有问题，你不要对吧？听上网上的我调这个调那调上半天，实际上没啥用。对，挂骨科，你让专业的大夫去给你看一下，就是这种就是啥呢？你有一个长久的训练不受伤，它能保证你长久的训练不受伤，因为我也之前也是脊柱侧弯了，我到处问，对吧？这个我也脊柱侧弯，然后在这个互联网上到处问，最后怎么解决？最后还是去骨科大夫确认你的曲度是什么问题，对吧？哪儿有问题，哪块椎有问题，对吧？你就是知道哪儿有问题，你才知道拿什么动作去调整。如果你确定不了你哪儿有问题，光是网上说这个你就动这个，网上说那个你就动这个，基本上很容易拉伤，再一个没效果，好吧？训练也很容易受伤。只要是人，他就不对称，就看你轻微了还是
严重。如果是很轻微的就没啥问题，就不要太在意啊。如果偏的比较严重，你最好去看一下，好吧？谢谢大家关注。还有哪个大哥想玩的，我们可以玩一玩。得天甲得天下，好吧？得天甲者得天下，健身不变定理。大哥过奖了，大哥过奖了。这个就是对肩胛的控制能力。肩胛对肌肉的一个控制能力。对，其实你最好是先去看一下，你肩胛练好了，你基本上你的背就会相当漂亮。我就是先练的肩胛，先练的肩胛才能有这么好的背，对吧？得肩胛得天下嘛。这个大哥需要训练，需要刻意去训练，就是你多做晨肩了，对吧？做这个提肩胛，对吧？上提肩胛，下沉肩胛，对吧？啊，两头互相，对吧？分开控制，对吧？上提和下沉，上提下沉，上提下沉，对吧？上提下沉，上提下沉，对吧？首先练肌肉力量，啊，再练控制，因为你有了一定的肌肉量，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肌肉的发力。谢谢北生哥的粉丝团灯牌，谢谢大哥。因为你首先得有了力量，你才知道怎么控制。如果你一点就是这个肩胛都没有发力感，你就不会动，啊，就不会动。这个动得首先你肩胛有了一定的力量，就是沉肩了、提肩了，有了一定的力量以后，你才能做得好。哦，那个你得起码，我告诉大哥一个，至少要拉到自重做组，自重做组，高位下来。比如你70公斤，拉70公斤去做组。当然，我说的这是理想状态，就是这个状态就说明你已经练得很好了，啊。如果说你想练这个肩胛的控制能力，你可以从做到50公斤做组，啊或者也不用50公斤吧，我告诉你一个比例吧，就是80%自重做组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是70公斤，我56公斤以上做组，就基本上就能学会这个肩胛这个控制能力了。谢谢一颗水笔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的粉丝团。啊，重量一样，那大哥就做到56公斤左右，然后你慢慢的自己去练，这个东西就是自己有时候想一想，我这个肩胛应该怎么动，然后去想象让它动，啊，然后就是慢慢去控制它。这个掌控也得一段时间才能学会啊，大哥，不是说一下就能学会的。我练这个也练了有好几个月了，就是才能自由控制。OK， 引体做组想增肌，负重，谢谢大哥的墨镜，谢谢大哥，谢谢您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110斤你负重加吃，多吃膳食纤维，不是蔬菜啊，注意不是蔬菜，蔬菜不是膳食纤维，蔬菜是纤维。啊，膳食纤维是这种水果谷物里头会含量比较高，还有一个就是木耳，多吃木耳。
然后多吃全麦粉的面包，就100%全麦粉这种面包，膳食纤维会很高，每100克有接近十几克的膳食纤维，每100克，很夸张。基本上每天吃个100到200克这个全麦面包，你一天的这个膳食纤维就足够了，你就很快就能长肉。你如果不吃膳食纤维的话，长肉是很难的，很难的。一定要多吃膳食纤维，注意这个膳食纤维这个东西，全网讲的人很少，都在告诉你，你应该吃蛋白质、吃碳水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。真正重要的，我告诉你，改变体质的是膳食纤维，这个东西是真正能改变你体质的东西啊，因为它改变的是你的肠道菌群。快点增强力量的办法，我还是这么说，就是膳食纤维，多吃碳水和膳食纤维，这个比较重要。蛋白质每公斤体重1克，脂肪0.8克每天，每公斤体重。主要是一定要把这个膳食纤维吃够，大哥，就是膳食纤维这个东西能帮助你肠道菌群的一个良好的运转，然后你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食欲了或者什么，你就是这个吸收率会变高，对这个蛋白质的吸收率了利用率会变高，然后你就会长肌肉长力量。对，山西人爱吃碳水，这是真的。这是真的，真爱吃碳水。我们中午都是一大碗面，对吧？有呀，谁说没有？我说没有，有呀。你可以做一下腋下管理，不就没了？我这懒得做，我一个大男人做那个干嘛？感觉没啥用，真需要的话再做。性格，性感，啊，一人一个审美嘛，有些人就觉得性感，有些人觉得你2个海胆，对不对？不好看，一人一个审美，对吧？哦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欢迎潮南哥，潮南哥又过来了，转了一圈儿。70级得刷多少呀？几百万了吧？上千万没？70级，太夸张了。主播不会打篮球，主播一般不打篮球，打的很少。因为打篮球啊，你要说我自己投篮吧，我还行。我其实比较讨厌啥呢？我比较讨厌这个竞技体育，就是跟别人对抗。这种对抗打篮球是很容易受伤的一个运动。我身边的打篮球的最后都是一身伤，啊，手腕、脚腕，对吧？膝盖，啊，髋关节，对吧？脚趾头、手指头，到处都是伤，最后都不玩了，对吧？我就不喜欢干这种危险的事情，我喜欢自己玩，自己练。双方比起人容易弹到走关键麻筋，那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脊柱了，你肯定脊柱有问题，肯定脊柱有问题，要不然不会弹到麻筋的。
你去查一下脊柱吧，你最好先去医院，不要脸了。对，你最好先去查一下你脊柱。有可能某根神经被压迫了，或者被迫改道了，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就是它神经，这个是前面有个桡神经，后边有个后面那个神经我忘了叫啥了，这个还有腋下这个麻筋，这些东西就是你脊柱有问题的时候，它会被迫就是包括你肩胛，对吧？肩胛有点就是比如有点上翘了什么，它会改位置，就容易你做一些动作就会弹到这个麻筋。你去看一下脊柱吧，脊柱的问题可能性很大。谢谢丽二的关注，谢谢。腋下麻筋啊，那不用看了，100%脊柱的问题，去看吧，去看脊柱吧。这下头有个麻筋，一拉就咯楞咯楞就会。如果有个人会抠麻筋的话，你就知道了，让别人给你抠一下，超级爽。去看一下脊柱吧，好吧，不要顶着这个风险去健身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娜娜子的玫瑰，谢谢大哥。娜娜子姐姐吧，谢谢姐姐，应该不是大哥。谢谢姐姐。看我肌肉拉丝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凡雅的关注。还有谁？还有谁想玩的？关节没有那么难受了，那是因为你肌肉力量变大了，肌肉力量变大了，变大以后你能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了，相对会减轻很多。但是这个东西治标不治本，你把本治了，什么都好说，将来避免一个风险，好吧？避免受伤。健身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避免受伤，啊，你受伤一个小伤，你伤的是对吧？哎，你可能个把月练不了，一个大伤毁你1年。你要说是脊柱这种有问题，然后你拉出伤病来，那基本上就告别健身了，啊，所以你得先把身体这些问题查清楚再说。肩膀为什么没有血管？肩膀没血管，你体脂高呀，减减体脂吧，好吧。腰肌劳损，那就不用说了，你脊柱绝对有问题，要么胸椎曲度变直，要么脊柱侧弯，多少有点，去看一看吧，好吧。脊柱一般就是你脊柱如果是正常曲度的话，一般不会劳损的，然后避免做硬拉这些动作，好吧。还有一个可能你就是髋关节有问题，你去查一下髋关节。好吧，体脂13%吧，13%就能看到肩膀的血管。看主播的这个胳膊上的血管。轻微。哦，那你就得好好养，再一个就是避免这种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你去查一下髋关节，这个髋关节就是你可能这个下蹲的这个，就是比如咱们这个深蹲，你下蹲到一定程度，你看到我这个骨盆没有？下蹲到一定程度，你本来是挺直背的，下蹲到一定程度，你的骨盆就眨眼了，看这个地方就眨眼了，这就说明你的髋关节活动度不足，这个就可容易腰肌劳损，懂了吧？你就要先把这个活动度打开，先练活动度，再练动作，不然增肌效果也会受影响，然后那个风险也会很大，好吧？一定要注意自己这个关节，各个关节，从脚踝到膝盖到髋关节，对吧？脊柱、肩关节，对吧？颈椎，把这些关节的问题都解决了，你基本上不会受伤，好吧？只要你不接触那种超级大重量。谢谢大家关注，左上角可以给主播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
还有哪个大哥想玩的？有没有了？嗨起来！让我们嗨起来！魔鬼筋肉人。还有谁不服的？可以玩一下。有没有大哥了？谢谢大家点赞，谢谢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问题了？或者还有哪个大哥想玩的？我们可以再玩会儿。谢谢大地母亲忽悠着你的大啤酒，谢谢大哥。1、2、3，谢谢。感谢您的啤酒，多喝热水，大哥也多喝热水，好吧？跳的跟他妈傻逼一样。5条悟，没错，5条悟。肌肉拉丝的5条悟。领域展开。一拳超人。今天30下播吧，9点半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打在公屏上，没有问题主播待会儿下播了。今天搬臂力棒搬的有点累了。还有谁？还有人想玩吗？还有大哥吗？
还有大哥玩没？有大哥准备下播。哎，今天也播累了。还有谁不服的？还有哪个不服？最后还能盘一波是吧？还有没有盘主播的了？兄弟们，还有什么问题打在公屏上。我难过。还有吗？还有大哥想玩吗？直播间外的朋友可以点进直播间，给主播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哇靠，这个手都不会打响指了。哎，今天真是看着手累的。啊，感谢大家。天海上月的十朵玫瑰，感谢大哥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谢谢您，谢谢您的十朵玫瑰。还有大哥想玩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影响。背后的有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背后的背是软的，知道吧？躺下以后背是软的，啊，反而就是你背薄的话，你会硌到那个肩胛骨，肩胛骨会疼。但是你背后的话，把肩胛练好了，你肩胛是贴在胸廓上的，贴在胸廓上，你背就不会难受，好吧？其实它还是对，反而对睡觉有帮助。啊，正经有点影响是肩膀啊，肩宽了，躺枕头侧躺会不舒服，头会往下掉，你得垫高点枕头。但是高点的枕头你平躺又会压迫到颈椎，就是让颈椎变直，这个会受影响。肩膀大确实会影响睡眠。但是那个背大不会啊，背大不影响。还有哪个大哥想玩的？最后咱们再来一波，好不好？我的呀，啊，这个同款挺多的，我周围有好几个人都买过。
还有没有大哥想玩的？我们再玩一会儿。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。不冷，家里有暖气，要不暖气费不白交了吗？而且我一直在动，也没啥。偶尔抽。主要直播间不让，得撤出去。主要我没啥个爱好，平时就是健健身、直播。抽烟能缓解一些压力。因为平时健身皮质醇爆炸，你知道吧？健身人是会焦虑的，健身完人的皮质醇会升高，抽烟能放松一下，多巴胺能减少一点皮质醇，有一点它的作用。主要是我爱好实在太少了。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，左上角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晚上还没下，头发白色的，灰白色。晚上还没下，什么意思呀？下播？我今天稍再多待一会儿吧，我觉得下播了也直接回去睡觉了。值得吗？你看我像不像值得？直播动态21点。直播动态21点是什么意思？浓睡不消残酒，试问卷面人却道海棠依旧。哎呀，还有没有不服的？上强度。21点下播。我没写21点下播呀，不知道。我本来打算9点半下播的，我看再待一会儿吧，待到10点，赶10点。浓睡不消残，试问卷面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过奖，不算特别好的，就自己练，瞎练。体脂比较低，只是体脂比较低。欢迎大家。
左上角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，新来的朋友。左上角可以点个粉丝团灯牌，1分钱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年轻啊，也不年轻了，30的人了，奔3的人了。浓水不想残酒，试问卷面人却脑海淌依旧。知否你是直播间外的朋友可以点击直播间，有什么想了解的健身知识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聊一聊。欢迎滴滴代驾。过奖了。梦中人相思，秋风传尘世，在谈固执。西风上南枝，梦中人相思，秋风传尘世，在谈固执。反正我其实20来岁的时候，其实身材也不好，纯细狗。我也是这2年才练大的。我28岁的时候，27岁的时候还是很瘦的，就是很细的。那会儿臂围才33、32还是33，一年长到38，不过后面1年没变，到现在还是38，没啥变化。感觉1年就把所有的肉全长够了。清风上南枝，梦中人相思，秋风传尘世，在谈固执。欢迎大家，有没有大哥想盘一会儿的？6块，2块，6块。西风上南枝，梦中人相思，秋风传尘世，在谈固执。肩胛，这个是肩胛控制能力。得肩胛得天下。谢谢关注，谢谢万事吉祥关注。直播间外的朋友也可以点进直播间，给主播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
时下播吧，现在10点回去睡觉了。哦，这个得专门练的，这个一般人都很少有练的。一般练健美的他可能考虑会练一练，健美健体的。谢谢不在他的关注，谢谢您关注。这是咋跑来的？哎呀，那个跑来的那个才跑得好了，原地跑，呆头小生那个。哎，不行，四肢不协调，跑不起来。欢迎大家。谢谢分享。有没有大哥想再盘一会儿的？这是什么才艺？肩胛控制，大哥。肩胛控制。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点进直播间，有没有想盘主播的？最后再盘一波。玩会儿，卡不卡性别？卡不卡性别是什么意思呢？谢谢大地之母哥的啤酒、玫瑰，谢谢。1、2、3。感谢，谢谢您。真有那么多男的喜欢男的吗？谢谢天雷锋的关注，谢谢。这个字是什么字呀？生僻字呀，有点不认识。谢谢关注。男的可以吗？哎呀，可是我喜欢女的呀。大哥，全身都是肉，魔鬼筋肉人，还好，体脂有点低，别的的话，其实我肌肉也不算太大，不算太大。我们这儿有个铁馆，我还办了卡，然后我是里边最小的。我140斤，70公斤，1米81的身高，70公斤。其实我不是白皮，但是这个就是直播的时候我觉得，但是现实中看我的话就是有点黄皮，没那么白。一样，好吧。平时练的，我玩的徒手健身，练的比较多。我练的年代也不短了，我练了10几年了，练了10几年了。
虽然只是划水练，但是也稍微有那么点效果，是吧？欢迎天道牛，欢迎。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电子宠物还有没有大哥想玩会儿的？充满肉欲，好，斩个二头，被斩个二头啊！谢谢大哥的粉丝团，谢谢您的粉丝团，谢谢姐姐吧，这个应该是姐姐吧。姐姐还是哥哥？谢谢您的粉丝团。80后呢？好吧，我还以为是个姐姐呢。谢谢您的啤酒，谢谢您，谢谢，再来一个，又再来一个，大哥这么玩吗？再送大哥2个。摩羯座，深情的男人，山西第一深情。80后的大哥还信星座吗？土直星座，又土又直，是吧？直男，是不是？还是脑子比较直。96的。嗨起来，让我们嗨起来！直播间外的朋友可以点进直播间，有什么想玩的，可以再玩会儿。10点下播吧，今天好吧？今天播的也时间长了。谢谢点赞，感谢大家的点赞。抖通，欢迎大家。嗨一会儿下播了。蹦起来！欢迎大家！直播间外的朋友可以左上角给主播点点关注，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点点关注，上个粉丝团灯牌，谢谢大家。
嘟嘟。会。哎呀，没啥人了，下播吧，今天下播休息了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您的陪伴，大家再见，好吧，明天见，咱们明天再见，好吧。